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，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七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七星连珠。 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七星连珠，一剑强过一剑，你若再接一剑，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 这是太起剑。一个杀手居然会这世间最缓慢的剑法，但接下来的剑可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可你的剑势分明在消耗你的气力。下一剑，请吧。 这里便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看看我们那位苏家主。好，这便是所谓的影宗啊！凭此实力还想直饮暗河，愚蠢！这是穆家的宝物，天音九转琴。之前我回宗门苦寻多日未得，原来被他给随身带在身上。你果然还活着呀！你这个叛徒，身为穆家之人，竟与苏家人行事，白痴！暗河都已经变天了，你还在这苏家穆家呢？你已经被洪流抛下了。死吧，和那死去的旧暗河。 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
两位叔公，来了。是责怪我来晚了？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山河，见过3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你们想毁掉万卷楼？是又如何？不仅要毁掉万卷楼，也要斩断影宗和暗河之间所有的牵扯和关系。看来，开国时期，先祖想用影子来守卫天下的愿望，终究是破灭了。早就破灭了。暗河和影宗早已不是守卫天下的影子，而是站在阳光下的那些人，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可斩断联系，就凭2个无名者吗？凭我足矣。18剑阵，那便让我来会一会。荣幸至极。就算你挡住这最为锋锐的傀儡刀丝，挡住这世间唯一无刃的兵器，挡住被瞬间切成8块的命运，又如何？你现在用炎魔掌，还有一丝生机。对付你这么个阴阳怪气、不敢正面交手的家伙，不需要炎魔掌。当年的穆家，因为有你我2人，本来是穆家这一代崛起最好的机会。可就是因为你不听师尊所言，我行我素，导致今日的穆家，仍旧是3家之中最势单力薄的一家。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别人打我，我就打回去；别人要杀我，我就先一步把他们都杀了。别人要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我偏偏要自己站起来。一变天机舞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炎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旗。
白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风危险，坠落命运的碎屑；雨危险，展示年少的心结。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崎岖凌云一生追月，心底的积雪覆盖着你未忘却。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写过难挨的寒夜，无药可救。竹难眠，两少结下的纠结。这世界有难舍当年师父问的那番话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都过去几十年了，为何木子哲临死之前说起那番话时，你立刻就能知道是哪番话？因为那个曹老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意义，暗河没有意义，穆家没有意义，杀人也没有意义，只有我穆子陵的存在有我自己的意义。看不出来啊，还是个哲思大家。你这个白痴！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窍门。多嘴！二爷，速速离开！苏公子，救命之恩来日必报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。起！神仙笔怎么写都是死的事，因为今日是你死期，神仙也难救。哎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下糟了！这怎么还下死手呢？
小心！苏武宇，你干嘛呢？跟我见神爷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成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1人，足矣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哎，我作证啊，苏公子真的只是听曲儿。难道苏沐雨真是无辜的？那是自然。来了教坊司只是听曲，就像是我去了天启城的碉楼小住，然后点了杯普洱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又当什么立什么。当机立断。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打架还有机会插嘴啊！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先生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白神医。白鹤怀，药王新买草的小师叔。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了。哎，不是我，这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苏沐雨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无需之阵。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，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哎呀，白神医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苏沐雨，哼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他中毒了。他中了醉梦蛊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，也用不了半点武功了。
真气温和绵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永不会苏醒的醉梦。是醉梦谷没错，你们俩做得不错。来人呐，把苏沐雨关入营狱。是。不过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地官呢？他死了，毕竟想活捉苏沐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可惜了。天官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兄弟死了，宗主只言一句可惜。可对我而言，却不仅仅是可惜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说，宗主有何苦问？原来如此，倒是易某有些冒昧了。对了，易宗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他入天启城。禀殿下，方才教坊司中出现械斗，双方分别是尹宗的3官和苏沐雨。随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赶到，但为时已晚，地官被苏沐雨所杀。苏沐雨中了醉梦蛊，已被尹宗带走。影宗那帮废物，居然也有得胜的时候。我们与影宗合作，不过是把影宗作为暗河的磨刀石，覆灭影宗，同时为了暗河这柄更锋锐的刀罢了。但是3官武功很强，不逊色于暗河家主，只是他们之前的态度似乎并不想与暗河发生正面的冲突。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这隐喻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哼，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利。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哼，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。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3官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官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。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什么人？不愧为暗河的大家长，居然能瞬间察觉到我的到来。你是谁？影宗，乌鸦。知道大家长入了皇城。特来一见。苏沐雨呢？他约我在此相候，为什么他人却不在这里？你想见苏沐雨？当然，他是暗河苏家家主，是我苏昌河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就算我失去这个大家长之位，我也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们若是敢对他做什么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到底。哼，
大家长不必如此紧张。苏沐雨现如今正在隐宗宗门做客，一切无恙。只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说话！只是什么？只是从客人变成主人，或者从客人变成犯人，一切都由大家长的诚意决定。我的诚意，想试探我的诚意，是一件很没有诚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一直所做的，不就是世间最危险的事吗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我都有点开始欣赏你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大家长取下琅琊王的人头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点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二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
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善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1碗阳春面，1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1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1碗阳春面，1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呦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谷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0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，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名震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
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，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，没钱。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。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。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。然后，前任，
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战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宋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
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。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2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1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
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生为无劫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冥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凤舞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呀，大师兄。你玩了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莲，你给我等着！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
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螺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，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3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1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3顾倾我心。3顾城是前往碧螺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3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天明蕊。
这不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